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VBS 少康戰情室。這我們向特別來賓沈富雄委員、吳崢發言人、陳智菡主任、費鴻泰委員、黃教委員、許宏庭議員。好，到底伊朗這個戰爭要打到什麼時候？所以現在等川普最後批准。哦，美國媒體說，美國跟伊朗達成一份為期60天的諒解備忘錄，但這個消息一下這樣，一下那樣，一下這樣，一下那樣哈。那另外呢，這個現在所謂60天包含停火、核的計劃啊，核武啦、核能啊，荷爾木茲海峽，伊朗否認還沒有定案，誰講沒有定案啊？那另外呢，川普也開出條件了，說呢，他說抱怨戰爭時間窗口太短而且呢，只要沒有做到沒有做到呢這一點，不排除這個再打。那他說伊朗很狡猾但是呢，所有的籌碼都在我們美國手上，我們在軍事上已經打敗了他們那他的所謂這個沒有做到這點，就是濃縮鈾了，核設施了那川普呢警告阿曼說，你如果敢跟伊朗要去控制荷爾木茲海峽，我就把你炸飛川普到現在已經威脅了15個國家要去打人家不過他也打了7個所以他到底講真講假，你也不敢講，他都講假的但是也不敢講，他都講真的。那美國副總統范斯說，已經非常接近達成協議了那另外呢，這個卡達說現在受傷很重，全世界最有錢的國家是卡達是卡達，主要的原因就是天然氣出口停擺了，港口癱瘓了，觀光受重傷，現在誰敢去啊？搞不好就被無人機打了外資也撤離了，所以今年的經濟會萎縮8.6%那另外呢，川普民調很慘川普民調很慘經濟學人說他已經創歷史上最慘，他的歷史最慘的記錄。外交政策負評少了20%，通貨膨脹這個跌43%，他的淨支持度這個到24%，就是只有24%的支持度了已經跌到這個地步了所以呢，川普說伊朗認為說，我怕期中選舉選輸，我不怕，選輸也沒關係他們想拖這個要把這個推過我的美國期中選舉，我不怕，輸就輸講大話了，他怕不怕？我想他是怕的。我們看一下，貼上反美貼紙之後發射飛彈，伊朗軍方週四釋出新影片，雖然沒有說明飛彈發射時間與鎖定目標，但不久之前美國才空襲伊朗南部，而美軍駐科威特基地也遭報復打擊。Officials had told us that the two sides actually had agreed on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hich would reopen the strait but allow another 60 days of negotiations on Iran's nuclear program. 美伊現在邊打邊談，美國官員透露，雙方有望延長停火60天，重開海峽，並展開核計劃談判。Again, it's always a mistake to get out ahead of the president, so it is all going to be the president's decision. They are touting this as a tentative agreement on the short-term deal. Of course, that's really a deal to make another deal down the line. They still argue that things are very precarious right now. 相較美伊以離情勢更加急速升溫，黎巴嫩南部城市泰爾遭以軍猛烈空襲。以軍持續擴大撤離令，還有空襲範圍。But crucially, it's north of the Israeli-occupied zone in southern Lebanon, and we are see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strikes, not only outside of that zone. 老師怎麼看？什麼時候會停火？我覺得美國的北方的加拿大，如果像老共一樣虎視眈眈，那他的民調就不會跌那麼低。就像我們的這個賴總統，起碼有40幾%，幾乎過半。就是因為我近鄰外面的對方有外敵的話，老百姓不會對他的支持度下降的太多。但是美國沒有嘛，所以它是很危險的。所以就這一點來講，我覺得這個美以伊的停火勢在必行因為兩邊都有這個需要，而且都不能等了。但是這個停火的本質是暫時性的。是有迫切性的優先，那其他甚至有關面子的也可以暫緩再談。所以呢，荷爾木茲海峽會通，而且呢要收回不行但是對伊朗的這個海外資產的制裁部分解放，
所以讓伊朗能夠活下去。那就是60天以後再看看情形，也許再加30天，也許再加60天都可以。那這個濃縮鈾，我覺得不會在這次60天的停火協議裡頭解決掉，因為這個太事關這個川普的面子。因為川普在這一趟戰爭裡頭是一無所獲，但是他如果濃縮鈾到手，或者是能夠把它處理掉，或者是放到任何一個國家脫離伊朗的手，他回去都可以吹牛。到時候你看，我就達成這個，他不能变成核能國家，所以這一點我達到了，這一點可以交代了。但是我覺得伊朗川普說伊朗狡猾，伊朗就是狡猾，就是連這個面子也不給。但是如果伊朗是狡猾的話，你川普是土匪，你到目前為止你的所有的行徑、所有的行動，難道跟土匪有什麼兩樣嗎？對不對？這個如果英文聽不懂的話，那中文聽不懂了，翻譯給 AIT 聽，我就說他是土匪，看他怎麼樣，對不對？土匪行徑嘛，所以這個戰爭啊，快要結束。你認為他在不在乎期中選舉？他說我不在乎了，隨便了。他嘴巴講不在乎，就是很在乎，就是很在乎。你想，我們很多事情啊，就要看相反，你知道嗎？他 care very much。他把 Texas 非常好的現任的共和黨的參議員都把他搞掉，換來一個老婆馬上要跟他離婚，他壞事幹盡的檢察總長 Paxton。那坐在後面，那個是注定在大選的時候，恐怕會說，川普也是無所謂啊，川普就是我的人才能夠選，跟我有問題的人，我就要盡量把他殺掉。你看，連鈔票都要改成他的相片了，這個人有病啊！不只是土匪，土匪從來沒有想要把相片搞到鈔票上面，有嗎？你舉一個例子，發着有要這樣嗎？期中選舉，川普怕，所以趕快想結束伊朗戰爭，說可能共和黨會被撕裂，因為共和黨有些人說你還沒有達到你的目的，你打了個半天，你打個什麼東西啊？那市場現在還難真正的放心，所以很波動嘛，油價一下漲一下跌，一下漲一下跌，股市一下漲一下跌，一下漲一下跌哈。好，刚剛老沈講川普要搞一個鈔票像這樣子，這是川普，看到沒有？我講說美國沒有250塊美金啦，怎麼有這個東西呢？因為美國剛好獨立，今年要250周年，因為249也很難，也沒有意思嘛，248、251、52，剛好250、250。所以這個時候呢，趁這個機會就搞個鈔票，而且美國的法律是在世的人不能印在鈔票上面，活着不行。什麼華盛頓啊，什麼都是富蘭克林，什麼都是死的他們想改這個法律，讓活的也可以。這個法律是有道理的。如果每個活的都可以，每個總統就想把自己放上來，拍馬屁，千穿萬穿，馬屁不穿。財政部長這些人呢，說已經做好準備了，就是拍他馬屁嘛。那不太好笑了，我覺得實在是太好笑了。那另外呢，這個美國財政部呢說要給兒童開賬戶，就從2024、2025、2026、2027、2028生的小孩，每個人給他開一個賬戶，給他存$1000，然後呢買什麼 S&P 500的指數基金，讓這些小孩將來能夠想到川普給我$1000。另外呢，你可以家長都可以存款到那個戶頭裡面去，稅可以遞延，就是免稅的意思了那有$5000的這個額度可以存給小孩，我們看一下。美國眾議院成員巴爾在1月10發布一張模擬的$250美國總統川普鈔票概念圖，而這可能就要成真。Do you think politically it's a good idea to put his face on a $250 bill when people are struggling to afford gas and groceries?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is Washington Post article. That who hears from the Post? Yeah, terribly written. 美國《華盛頓郵報》28號報道指出，美國財政部正推動印有川普肖像的$250新鈔，但最後要由國會做出決定。若通過，這將是近150年以來美國貨幣首次出現仍然在世的人物。Starting today, the Trump Accounts app will officially go live, giving parents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IRA-style savings accounts for their children. 另外，美國財政部表示，已經在全國的應用程式商店推出川普賬戶，為數百萬名美國兒童開立投資賬
賬戶，適用於2025年1月1號到2028年12月31號間出生的兒童。What this does is it's a tax-deductible contribution that you can make up to $5,000 a year. It's like a 401k for your child because you can put it in a broad-based stock fund, an ETF, that kind of thing. 贝森特指出，这是擴大金融管道的重要里程碑，為普羅大眾、華爾街及所有美國人帶來平行的繁榮。賬戶將在7月4號正式開放投資，在網站上填寫表格就能申請。對，好吧，這個費委員財政專家，我支持印個250塊美金的這個鈔票給川普，因為名副其實，他就是個，我不好意思講他的那個數字啊。事實上，250塊，哈，剛才趙老師講說，現任總統是不可以印的，哈，這是美國的法律，哈。但是當然他們要去改也不是很難嘛，哈，因為在國會裡面他們他佔多數了，共和黨過半嘛，哈。但而且是250對美國其實某種程度有貢獻哦，因為大家拿那個錢都不會拿去消費吧，存在家裡嘛，對，存在家裡不是在幫美國的忙嗎？但你從這個角度來看啊，你說川普 care 不 care 他這個期中選舉？我想我們很多人在美國住過有一段時間，各州我們都有朋友。我大概跟美國的朋友每天聯繫的是好幾百個人，不同的州不同的看法，大部分要連任的那邊的時候，對共和黨在邊緣的都很緊張啊。所以川普，趙大哥在節目上提過好幾次，如果他共和黨選輸了，他可能會在國會會被彈劾的。他自己講過，他怕他不要等到2年以後這個戰敗才那個下台以後才會被辦，現在就會出事啊！美國現在很多人在談如果他說如果啊，川普不去打伊朗，美國現在怎麼會通膨那麼嚴重嗎？石油會帶動很多相關的這個物價上漲。包括我們想象不到的化肥都會受到很多的影響，所以美國人現在是怨聲載道，川普會不知道嗎？剛才大家講一個名言，如果他不在意的話，他就不會講說我不在意那個區，就是他在心裡念之在之的就是期中選舉。我真的從很多美國人角度來看了，讓他輸一次，提早被彈劾，讓世界回歸到正常，讓美國人好好的去過日子。休息一下再回來。好 ，AIT 的這個他叫什麼？台理事主席還是什麼？這個台協會會長、處長古立言處長跟韓國瑜見面，說肯定立法院通過國防特別預算就7800億啊。那雖然講7800億，因為600已經編到年度預算，所以其實是8400億了啊。那另外呢，而且還准他說你在什麼美台合作的無人機編成年度的預算啊。那但是呢，因為他這個預算特別是6年，所以第一年只送來88億。那朝野就刪了200萬，200萬其實不算什麼了，所以根本不需要在黨政協商，大家都同意嘛，小刪200萬算什麼呢？所以呢，這個就刪讀了啊。那另外呢，所以徐巧芯就說，你們都說我們延宕，我們哪有延宕？是5月30號前已經刪讀了，一點沒延宕哦。那民進黨說這個不夠，趕快再給我們補齊1.25兆哦。好，那麼我們看一下。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古立言28號在臉書表示，拜會了立法院長韓國瑜，兩個人是一起討論了堅若磐石的美台夥伴關係以及台灣的安全優先事項。那麼 AIT 也指出，正如古立言在5月21號接受專訪時表示，美方對立法院通過250億美元的特別預算感到鼓舞，這清楚展現了台灣向美國採購關鍵系統的決心，而這些系統在全球都有高度的需求，也感謝韓國瑜以及其他立委在高度內部以及外部的壓力下，建立跨黨派共識，以支持台灣安全。正好，其實我覺得有趣的說，那天古立言在這個250周年這個國慶酒會上面提到一個，當時 Jefferson 的跟那個他們兩個總統的故事，就是說提到
兩個這個世仇到最後還是能夠為了國家發展，而且在同一天死，在同一天死，这是傳奇的故事。两個世仇居然吵一輩子，後來變好朋友，在好像是7月4號，對，同一天都是7月4號，因為那時候是美國，他們過世那一天剛好是美國建國50週年。他那在酒會上講這個，我覺得是有言外之意，就是其實這些很不同意見之間本來就應該要找到共識，然後把問題解決。那像這次這個軍購問題也是一樣，其實我們從頭到尾國民黨講立場很清楚，就是說軍購我們支持，那後面那個1.25兆後面有什麼商購跟委制嘛？那個應該是分開處理。我們從頭到尾講說，你分開處理，我們就會支持。那分開處理，包含說剛剛提到無人機，其實無人機我們也支持，但是我們也講了，你特別預算一邊編個6年8年，那你無人機的迭代，大家都講無人機迭代這麼快，那你把它變得這麼長程的計劃也很奇怪啊。那你還不如真的是每年這樣編。坦白說，現在有沒有每年編？現在就有每年編啊。光是今年經濟部編了400多億無人機預算就編在裡面，那你把400多億乘以6年，不就2000多億了嗎？不是一樣意思嗎？所以其實我們一從頭到尾講說，你逐年編，一件事情來檢討，一件事來看，那這樣子我們才能夠嚴格來監督，說每年是不是這個需求是有辦法編進去的。那這一次為什麼像比如說 AIT 為什麼特別又發文講到這個事情？其實因為我就講，我們朝野都支持所謂對美軍購。如果為了防衛台灣，因為我們跟美國之間軍購關係幾十年來有一個很穩定、很安全的一個機制在。那後續剛剛提到說像商購啦、委制，這個是新的一個模式，那本來就應該去重新討論出一個方案，而不是要包在同一包預算裡面去把它和在一起講嘛。所以說民進黨就談到說要把這1.25兆補齊，我覺得這有點就又在情緒勒索啊，因為不可能，這件事情就不可能講過，不可能發生的。那要去討論無人機，要去討論其他的防衛武器，那個應該是用其他的方式去討論，或者說用逐年年度預算。我們也講了嘛，年度預算就像我剛剛提到，經濟部裡面或是交通部或各部會，還有這個海軍署各部會本來就有在編，那我們沒有反對。那你研發的機制好的話，那當然大家支持。但還有很嚴肅問題是說，我們講要買無人機，要採購無人機，那到底它的標準是什麼？好，比如說最近美國公布一個是 Blue UAS 的這個標準，它有國防部有一個機制，就是說通過這個測驗，這10幾間公司才是我們他們美國國防部未來會考慮採購的清單。那很遺憾，那在整個採購清單裡面，台灣目前只有1家入選相關的標準。那我們的國軍，我們要買的無人機，你的標準，你至少國防部要一個標準出來，讓台廠之間。你要讓大家知道說，我為什麼要買這一台？那你平時用什麼樣的機制去評選說我要買哪間公司，而不是說現在大家會外界很多自己說什麼綠油油啊等等的。當然這有點一竿子打翻船人了，只是說我們要求說國防部你針對這樣子社會的疑問，你應該提出你的標準。未來我採購，我因為有什麼樣的標準？像比如說美國就有個標準嘛，我國防部要採購就這些東西標準達到了我才採購。那你沒達到，你就繼續研發嘛，你研發好，我再給你採購嘛。那現在有人搗鼓一項，別人說好像是先。這種有一個預算出來4000多億、2000多億，然後就有人宣稱說，我拿到了這個兆元的訂單，就開始來做這個，然後跑去跟銀行貸款，他自己可能沒有技術、沒有錢，然後就是因為我說我拿到國防部的標案了，所以我跑去跟銀行貸款。那我覺得這有點是倒果為因了。我覺得應該說業界自己先把事情做好，那國防部把標準定出來，那後續的採購透明，那大家就會很能夠支持下去。那部長，我覺得其實這大半年一路走來，其實。雖然現在以民進黨來講，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把委制跟商購的部分啊，就是1.25兆差這幾千億補齊。不過確實事情是在朝，我覺得總體而言，事情是朝一個正向方向走了。因為像剛剛江委員提到，前幾天美國剛好 AIT 在辦這個250週年國慶的酒會啊，我有去。其實我現場看到我們跨黨派的各個陣營都有人啊，像民眾黨我遇到這邊周瑜秀秘書長啊，國民黨除了委員，還有這個像林佩祥委員啦，還有其他人。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其實在台灣，各黨派還是都很重視，包含國防安全，包含對美關係。那所以当然，接下來我們還是希望把無人機這塊補足啦。那所以我想委制，因為現在看起來政院的做法可能會是把無人機特別抽出來，好，就剛剛提到委制的部分，可能看是不是用追加預算或者是年度預算方式來處理。但無人機還是希望去搭配組成一個產創條例，因為我們還是希望站在鼓勵整個讓國內的無人機產業看到說這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方向。那我覺得其實這樣大家旗艦沒有那麼大，後續可以持續收攏哈，因為過去這段時間我們也看到，例如說，建豪委員其實在這段時間也有來表達說，台灣應該要充實我們國防嘛。那剛剛提到的台灣現在確實有一家雷虎啦，有過了美國這個 Blue UAV 的這個認證。那其實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應該要加速嘛，因為我們看到美國國防部已經跟台灣的無人機廠商下單了啊，雖然沒有很大，大概760萬美元，但就表示說台灣廠商已經在國際上得到認證了。那我們政府當然自己應該也要去推動國內這塊產業嘛。所以剛剛提到認證什麼，其實包含說我們
們的中科院現在是有獲得跟美國國防部合作了，就得到這個綠色 Green UAV 的这個認證，而且不只是我們中科院這個能力，我們中科院還獲得美國的這個授權，可以在台灣不用經過美國官方政府，直接來頒給台灣廠商 Green UAV 的這個認證，也就是所謂符合美國民用無人機標準。所以我覺得其實相關的能力、技術甚至規格，其實我們現在政府或者說這個中科院工研院，其實大家都已經逐漸的有來掌握，所以現在應該就是怎麼樣在政策上趕快把它落地。來，志海。我覺得古立言處長他其實在這些說法上破除了一個謠言，就是過去呢，不管是民進黨政府或很多的側翼，一直在說1.25兆一定要編好編滿，全部都要編，不然呢就是這個沒有辦法對美國來表達台灣自主防衛的決心跟誠意。那我們看到古立言處長的說法其實不是這樣的，他認為說朝野共同合作，現在第一批的這個特別條例呢，這一次的特別條例已經足夠了。那但是民進黨政府還是不斷的在訴諸說，還不夠，一定要把它補足。什麼叫做補足呢？另外還要再搞一個無人機的特別條例。那剛剛建豪委員已經說了，其實這個無人機的產業從2023年甚至更早之前都已經用國家的力量在發展，而今年度的經濟部有一個計劃，無人機的一個發展計劃，就已經編列了非常多的預算到各個部會裡頭。那我們民眾黨團仔細去看了一下這個預算的編列，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事情，他們不是看這些部會有沒有這樣的需求，比方說內政部它可能有一些海巡的業務或者是說這個國土署的一些這個定位的計劃，那他可能去編列相關的預算去買這些無人機，他是把預算塞好塞滿，就是我今天為了要擴大內需，我為了要創造國內的無人機的需求，所以呢，我用國家的力量把幾千億、幾百億的這些預算編列到公務預算裡頭，大量的去購買這些無人機。後面的問題來了，比方說教育部也要採購無人機，那這些無人機接下來誰來訓練、誰來使用、誰來維運、誰來保護、誰來保管，還有你後面的這些師資夠不夠？後面的東西都沒有配套。但是我們已經看到了，民進黨政府很努力的在創造需求，而這個需求建立了之後，很多廠商就跑出來了。那第二個點是我剛剛是說，這個古立言處長他破除了第一個謠言，就是現在的特別條例是足夠的。第二個我們要破除的謠言是所謂的無人機產業是不是沒有編列特別預算，它就不會發展？顯然不是嘛，因為從2023年之前，蔡英文總統的時代，他們就已經開始在發展，甚至還有無人機園區，只是從那個時候到現在都還沒有蓋好。這些東西你內部的這些硬體的設施設備，或者是跟這些中科院的相互的配合都還沒有做好的時候，你忙不迭的一直不斷的去採購，然後讓國家的很多的預算都消耗在無人機的預算當中。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一個重點是不是你創造了內需的需求？是不是美國告訴你說啊，這個台海的安全是我們的優先事項，我們現在就高枕無憂了？顯然不是嘛，因為川普總統在回去美國之後，他到現在第二批發家書來了嗎？還沒有來啊，他也還沒有簽署啊。所以古立言處長他說了外交的辭令，說了一些好話，對於台灣的安全來說，我們是不是得到真正的信賴保證了？顯然台灣人還沒有辦法得到完全的一個信賴保證。最後我還是要說，不管是特別條例或者是公務預算，在野黨監督天經地義。台灣民眾黨團呢，針對這些無人機的這些採購，我們發了所資去給這個民進黨的這個不管是行政院也好，或者經濟部也好，結果剛剛又在放新聞說什麼這些無人機的這些計劃，通通都是機密。那你們是來刺探國家機密嗎？如果這些都是機密的話，我想請問一下，前幾天在 AIT 的這個外交的酒會，7月4號的，我們在裡面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軍火商也好，武器專家也好，甚至在外面就展示了美國的這些無人機的這些相關的設施設備。那我想請問一下，難道說這些東西是國會都不能監督的嗎？難道碰到任何事情，只要說一句機密、國防機密，你來刺探，然後呢就把這個台灣的民主機制束之高閣嗎？我覺得顯然不是這樣子嘛。老總，我問你一個問題，請您簡單答復。陳水扁時代，陳水扁當總統，國會國民黨占多數，所以他要用唐飛當行政院長。那現在賴清德當總統40%，國會也是在野党占多數。那民進黨顯然很不滿，陳水扁就不满，再怎麼野蠻，你記得有沒有那時候盧文江考，再怎麼野蠻，國民黨只要刪一寸，再怎麼也不可以刪這個，再怎麼也不可能刪那個哦，很有效啊。那現在又了，如果今天倒過來哈，當然這個情況沒有發生過了，是國民黨當總統，
立法院裡面是民進黨佔多數，你會民進黨審預算會像今天藍白這麼客氣嗎？你當過4屆民進黨立委，你會怎樣？不是，我先回答你的前半部啊，就是說為什麼阿扁那個時候就用唐飛啊，現在這個賴總統做不到，這個性不一樣啊。因為阿扁是很滑頭的，他最近才講，他已經臉消的哦，弄是用時坐車看諸葛亮的節目。啊，連這個臉消，諸葛亮在這個總統好了，不是他就是滑頭。我知道。阿扁是滑頭啊，這一點哦，賴清德是絕不滑頭。但是我覺得哦，滑頭不滑頭不是重点，重點是你要守法。法律規定，如果朝小野大，你不順應國會比你大，你一定說你通過了，我就來個3不，這樣爭下去的話，你就遭受到種種的困境。大法官5人可以看，5個人就可以看向法庭32-0没有輸。這一切的一切，你像賴清德現在有依賴的，就是他民調不會很差，而且2028恐怕還會連任，就是老共。還有呢，就是國民黨沒有辦法，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國會多數，你只會叫藍白合，但是你沒有一個長遠的兩岸的論述跟兩岸的做法。这我都知道了，我問你問題不在這裡。那你知道為什麼要問我？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嘛？就是你剛講的，我是同意的。北京是民進黨最好的朋友。是啊，我一直這樣講，北京自己還搞不清楚哦。然後呢，尤其一些拍馬屁的一些深藍的哦，跟北京這個都搞不清楚。民進黨才是這個北京才是民進黨最好的朋友。你這個軍艦每次來包飛機過來等等，民進黨坐在這個地方，他就超過40%的選票就在這個地方。我的問題是說，如果今天是國民黨當總統，民進黨在立法院佔多數，你認為民進黨立委會這麼客氣嗎？你當過民進黨立委啊？我是相信哈，國民黨的可能總統當選不會這樣，我知道了，不會這個樣子，他一定哈，就是找一個就是說朝野都能夠接受的那種場面啊。但是如果不這樣的話，我相信民進党立委那麼兇悍，絕對不會這麼輕易讓國民黨立委通過。那像這樣跟你通過，那這種笨的問題你還要問我？那就要回答。你當過民進黨立委，你講啊。接下來再回來，民進黨的委員